俄罗斯穷疯了，财政部呼吁民众把钱借给国家以维持战争。莫斯科大爆炸，俄民众突遭移民袭击，乌军无人机也来了。乌俄战报，别尔哥罗德水库被炸，红军村局势紧张。冲突加剧，图95飞抵日本海，日俄合作降至零水平。猖狂的白俄立陶宛遭遇气球骚扰，1周4次关闭机场。塞尔维亚跳船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俄罗斯已成孤家寡人。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虽然普京一再表示没有制裁不会造成影响，都是唬人的，但事实却是俄罗斯已经快打不下去了。俄罗斯财政部直接塞博乞讨，希望俄罗斯民众把钱借给国家。美国正式制裁俄罗斯后，克里姆林宫嘴上说着没事，扛得住，身体却很诚实。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火急火燎地飞到美国，想要跟特朗普商议取消对俄制裁。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没有违反布达佩斯备忘录，是基辅先违反义务，自己才动手的，目的就是洗白自己，希望国际不要给俄罗斯太多的压力，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没什么用，特朗普压根不给面子，还要加大对俄制裁，准备对俄罗斯的银行业与支持石油出口的基础设施下手，甚至还要拿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给乌克兰当军费，直接就是杀人诛心。这下俄罗斯是真急了，连他们自家的宣传家谢尔盖·马尔达尼都公开出来说，美国的金融制裁比给乌克兰送武器还要危险。这话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前线的炮弹还能挡一挡，这从背后捅过来的经济刀子根本防不住。换句话，美国这一套连招下来，严重干扰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没钱还打什么仗？总不能让士兵喊着乌拉用拳头冲锋，虽然现在也差不太多。为了填补战争消耗，俄罗斯已经想尽了办法，国内的水费、电费、燃气费层层往上涨，各种罚款指标越来越多，税率也是一再往上加，同时还疯狂发行债券，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各个角落里搜刮资金，更是搞出了不少离谱的操作。俄罗斯央行把基准利率降低到 16.5%， 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还说，俄罗斯现在正处于高储蓄期，大家都不花钱了，得刺激一下消费。话音刚落，俄罗斯财政副部长阿列克谢·莫伊塞耶夫就通过媒体公开向俄罗斯民众喊话，所有爱国的俄罗斯人，现在正是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赶紧把你们的储蓄借给国家，去买联邦贷款债券，这可是支持国家弥补预算赤字的最好方式。这是什么？爱国你就买债券，不买不爱国？只能说俄罗斯这是穷急眼了，只能公开对民众表示，我没钱了，打仗需要钱，你们的养老钱、买房钱、买菜钱借给我用用。俄罗斯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太单一，只能靠卖能源过日子，一旦这条路走不通，就会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还要硬撑着搞经济、控通胀、促消费，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动员民众，让大家把钱借给国家。问题来了，俄罗斯这边还有多少爱国民众愿意掏钱买债券？对于这个答案，火力军的回答是不多，莫斯科都保不住了，还借钱1毛都没有。根据俄罗斯媒体 Ostra 的报道，在莫斯科街头上演了一波真人版大乱斗，一群移民拿着铁锹拔起来旁边的路标，逮着俄罗斯本地人就是一顿揍，现场乱成一锅粥，还有人受伤倒地。对于这件事，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估计是觉得这事儿太丢人。但莫斯科当地的民众表示，遭到了难以理解的语言辱骂，这也太惨了，不仅挨打，自己双亲也已经保不住。移民的问题，全球各国都存在，美欧也很难受，只是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的情况比较复杂而已。这些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俄军自己招募的中亚雇佣兵，之前莫斯科发生的好几次袭击都跟他们脱不了干系，现在这帮人是在街头发泄不满，还是喝多了撒酒疯，谁也说不清楚。就结果来看，俄罗斯这是引狼入室。街头的事情还没解决，乌军无人机又来了。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几十架无人机光顾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响起爆炸声，到处都是爆炸和浓烟。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直接站出来表示，我们击落了无人机，官方给出的数字是30架。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和科茹夫斯基2大机场直接宣布暂停工作，飞机不能起降，这下好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乱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对俄罗斯造成很大的伤害，但侮辱性极强。一边是内部的社会治安问题集中爆发，另一边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越来越频繁，这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国内集中引爆。火力军估计，本次莫斯科动荡恐怕只是一个开始。自家后院都乱成这样，前线的仗更别说了。
别尔哥罗德水库已经被炸，哈尔科夫的攻势宣告破产。红军村地区乌克兰局势的确不是很友好，但即便如此，还是收复了一个新的定居点。战争研究所报道，在10月26日，普京身穿军装，与格拉西莫夫和俄罗斯集团部队指挥官进行了会晤。在会议上，格拉西莫夫重申了战场目标，继续执行夺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行动。为了给自己增加信心，普京吹嘘试射了无限射程导弹，也就是雨燕。按照普京的说法，对目前与未来的飞弹防御系统而言，射程几乎无限，飞行路径难以预测的雨燕就是无敌的。对于这个说法，特朗普反正是不屑一顾。说实在的，一个实验多年的核动力导弹根本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普京之所以把它拎出来，目的就是增加民众对国家的信心。没办法，前线实在是太惨了，别尔哥罗德水库已经漏了一个大窟窿。路透社、新乌克兰之音等媒体报道，别尔哥罗德水库遭遇袭击，数座没有机器设备的建筑物以及一座泄洪闸门的升降机件与坝顶受损。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也证实了这件事，当地政府已经呼吁部分居民撤离。最开始的时候，新乌克兰之音报道，俄罗斯媒体曾指出水坝是被海马斯袭击的，不过就最近的消息来看，这是乌军无人机做的。马扎尔之鸟无人机作战旅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认定了这件事。大坝遇袭也影响了俄罗斯前线作战。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6军表示，袭击发生后，别尔哥罗德附近的大坝开始漏水，并向乌克兰领土排放，这破坏了俄罗斯的补给线，孤立了沃夫昌斯克附近的部队，包括俄军第128、116、68和136旅，一些营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红军村地区局势的确不容乐观，有媒体声称南部地区已经陷入战火，这话不假，但有一点夸张，俄军仅仅是渗透战术而已。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俄军利用防御阵地之间的空隙，并以小步兵群前进，在红军村集结了200名士兵。目前城区内已经进入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国防军击退了俄军在市区建立阵地的意图。情况很难，但乌军顶得住。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再打3年。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接受英国周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我毫不怀疑乌克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活下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将看到多少牺牲者。泽连斯基告诉我，他希望战争不会持续10年，但乌克兰已准备好再战2至3年。事实上，乌克兰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比如当前的红军村，虽然俄军发起了新攻势，但进展堪忧，并不能影响大局。红军村之外，乌军不仅能击退俄军攻势，还能收复失地。沃洛基米里夫卡地区，俄军集结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试图突破乌军防线，结果一头撞上了南墙。按照乌克兰第33独立机械化旅的说法，俄军的计划挺好，但恶劣的天气让河岸变成了一片泥潭。5辆打头阵的装甲车一进泥地就直接趴窝，其中3辆更是直接滑进了河里，当场沉没。另外2辆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乌军海马斯和无人机送上了天。剩下的俄军士兵一看情况不妙，丢下装备撒腿就跑，结果在半路上又被乌军的炮火覆盖。独立观察员指出，这还只是俄军大规模攻势的冰山一角。最近这段时间，乌克兰第33、93和95旅联手，总共干掉了至少16辆俄罗斯装甲车。发布的视频也显示，河里泡着至少6辆俄军载具。这已经不是俄军第一次在渡河上吃大亏了。看来海马斯对治疗俄军的渡河瘾还是有奇效的。在苏赫茨克村，乌克兰第82空降突击旅的伞兵们对上了超过60人的俄军部队，展开了一场闪电战。结果毫不拖泥带水，当场干掉44名俄军，打伤8个，还抓了9个俘虏。乌军总参谋部确认，成功解放了苏赫茨克和库切里夫亚尔2个村庄，把战线又往前推了一步。总的来说，红军村的战场形势依旧复杂，乌军的防守压力非常大，甚至有消息说红军村可能会在12月中旬失守。虽然火力军不认为会是这种结果，但就算退1万步讲，就算红军村真的丢了，乌克兰也可以接受。在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乌克兰能坚持这么久，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从红军村战争开始到现在快22个月了，乌克兰3.5万的部队硬是在这个只有不到30平方公里的小镇上顶住了俄军16万兵力大军的猛攻。对于乌克兰来说，之所以在红军村抵御俄军，目的就是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现在这个战略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如果最后还能安全撤出来，那也不算输。本来天下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利用这宝贵的22个月，乌克兰不仅稳住了战线，还炸了俄罗斯50%的电油产能。目前战争已深入俄罗斯战略基础设施核心，伏尔加格勒州的巴拉绍夫斯卡亚变电站已经起火。这波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怎么算乌克兰都不亏。
莱曼方向，乌克兰第425斯卡拉突击旅在托尔斯克地区打出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突击行动。先是分割保卫村庄，摸清了俄军的据点，然后突击小组精准出击，打得俄军防线迅速崩溃。不少俄军士兵吓得阵地都不要了，拔腿就跑。跑不掉的干脆成群结队的投降。被俘的俄军士兵里有来自第36、37团和第9旅的。更离谱的还在后面，俄军指挥部一看这么多人投降，脸上挂不住了。为了掩盖这场大溃败，竟然下令用无人机轰炸自己被俘的士兵。这操作简直是闻所未闻，给火力军都看傻了，对自己人都这么狠。相比之下，乌军士兵即使残疾也想要报效国家。我不是残疾，我升级了。这句话来自一位乌克兰老兵，但在这背后是战争留下的残酷印记和超乎想象的毅力。乌俄战争爆发至今，数万乌克兰士兵在战场失去肢体，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凭借世界顶尖的假肢技术努力回到正常生活，甚至渴望重返战场。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复原，更是精神的涅槃。有这些绝不放弃的士兵存在，火力军看不到乌克兰怎么输。战场之外，俄罗斯接连挑衅日本与欧洲，这是想要把国内矛盾转移成国外矛盾。日本新首相刚上台，普京就派图95上门祝贺。俄罗斯空天军派出2架图95 MS， 在苏35的贴身护卫下，直奔日本海空域，搞了一次自由航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应对。俄罗斯这波操作可以说是把警告直接写在了日本的家门口。普京为什么要这么做？日本到底做了什么？这就要聊到日本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立马放了3把火。第一把火烧向军费，要把防卫预算直接拉到 GDP 的2%。第二把火烧向领土，重提北方四岛问题，想趁着乌俄战争逼着俄罗斯吐出这块地。第三把火烧向俄罗斯，继续对俄罗斯搞全面制裁，冻结资产，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招招都往要害上捅。或许是这把火烧疼了俄罗斯，普京派出了图95 MS 给自己降降火。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是在中立水域进行例行飞行巡逻，实际上这是要干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佩斯科夫也是直言，由于日本历届政府对俄采取不友好姿态，俄日合作已降至零水平。从双方的态度来看，亚洲这片天看来是要变了。立陶宛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首都机场一周关闭4次。立陶宛的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给出的说法听起来有点离谱，说这些气球是走私犯放的，用来从白俄罗斯往立陶宛空运私烟。好家伙，走私犯都玩得这么高科技了。不过说是这样说，实际如何大家可以猜一下。反正在火力军看来，这就是混合战争，用一些非军事的手段来骚扰立陶宛，测试北约的底线。原因也很简单，太频繁了，一周内来了4次，跟上班打卡一样，天天来报道。维尔纽斯机场的航班说停就停。从表面上看，这是空中交通问题，实际上就是白俄罗斯在疯狂试探，用最低的成本给北约制造最大的混乱。顺便看看立陶宛的防空和应急反应速度，立陶宛也不忍，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卢卡申科，表示你故意放纵这种行为，这就是搞事情，还打算掀桌子进行全面封关。英加鲁吉涅已经放话，政府正在准备一份决定，要无限期的全面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本来只是一个口岸临时关闭，现在要升级到2国断交陆路交通，从气球危机直接快进到封关危机。白俄气球频繁越境，火力军怀疑背后有普京的指示，要不然卢卡申科不会冲到前线挑衅北约。从图95 MS 飞抵日本，再到白俄气球越境，俄罗斯越来越勇，但结果却不是普京想要的。俄罗斯或许是想要通过强硬的态度让盟友放心的跟着自己混，只是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盟友是越来越少，塞尔维亚已经跳船了。塞尔维亚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在欧洲最后一个铁哥们儿，现在也跳反了。塞尔维亚外长马尔科久里奇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愿意主办乌俄和平谈判，并且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话说出来，全世界都得愣一下。这还是那个扛着欧盟压力3年多都不制裁俄罗斯的塞尔维亚吗？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最铁的兄弟，从表面上看，兄弟情相当到位，没有制裁俄罗斯。实际上都是表面兄弟，塞尔维亚心里全是生意。乌俄战争期间，因为顾及俄罗斯的想法，塞尔维亚还比较收敛，仅仅是通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售弹药。现在就不一样了，直接公开表态，克里米亚、顿巴斯这些地方还是乌克兰的。火力军只能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塞尔维亚这波操作看着突然，其实早就有迹可循了。跳船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吴奇奇最近不止一次的暗示，塞尔维亚想要加入欧盟，还希望能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这下就很好解释了，一边是深陷战争泥潭、经济被制裁的俄罗斯，另一边是富得流油、手握大把援助的欧盟。这道选择题该怎么选？武契奇心里很清楚。之前不制裁是为了不得罪俄罗斯，稳住能源和民心。现在一边偷偷通过第三方卖弹药给乌克兰，一边又公开站出来说要主持和平，支持乌克兰，这又是在给欧盟和美国纳投名状。对于普京来说，这又是一记响亮的背刺。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正在被进一步削弱。相比之下，乌克兰的盟友出手一个比一个阔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14个国家，外加欧盟和欧洲理事会，总共17方大佬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内容就3条：立刻停火，谈判从现在的战线开始，用俄罗斯被冻结的钱给乌克兰援助。之前捷克还送了一份大礼，要给乌克兰造一颗高科技侦察卫星，这是第一个给乌克兰捐赠卫星的国家。这颗卫星搭载了合成孔径雷达、光学探测等一堆黑科技，不管什么天气，地面上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俄军的任何集结、调动、伪装，在卫星面前都将无所遁形。这下好了，以前是靠盟友给情报，以后乌克兰可以自己随时随地看高清实况。这还只是开始，未来这颗卫星还要和更多的卫星结合，组成一个星座系统。对乌克兰人而言，每一个得到强力支援的明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普京要面对的将是一个越来越难打的对手。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民众会把钱借给国家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